Hello，大家好。上个星期我给大家的一个视频，你们有没有看呢？那个视频呢是关于一个母亲，她寻找自己被拐卖的儿子30多年的故事。然后呢，虽然说结局是好的，因为他们终于在30年后，他们再一次相遇了。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故事还是挺让人觉得悲伤的。那个视频呢，我觉得他的说话的语速不是非常的快，而且呢，讲话也非常的清晰。这就是为什么我给大家那一个 YouTube 的连接，就是给你们锻炼一下听力。最近在中国呢，有2件事情是特别引人关注的，一件呢就是冬奥会，还有一件呢是铁链女。那为什么叫她铁链女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她的时候呢，她的脖子上挂着铁链，而且在非常寒冷的季节呢，身上只穿了几件很单薄的衣服。那这个女人呢，是被拐卖到那个村子里，而且跟买她的男人结了婚，一共生了8个孩子。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呢？其实也是因为当地的政府对这件事情不太透明的态度吧。然后我也有听说，只是听说，就是当地的政府呢，其实是知道拐卖的这件事情，而且可能拐卖的事件不止一件，但是呢，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由于当时中国的独生子女的政策，然后呢又加上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那特别是在农村，所以呢就是男孩的比例呢就远远的大于女孩。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就是当一个妇女她怀孕，然后发现如果自己怀的是女孩的话呢，那她就有可能就是会有来自家庭的压力，让她去堕胎，然后再怀孕，一直等到她就是她就是确认是男孩为止。那所以呢，这样就导致在农村，男孩的比例呢远远是大于女孩的。那等到这些男孩他长大以后呢，就有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娶妻困难的问题，因为男人的数量远远大于女人嘛。那渐渐的就开始有了从别的地方拐卖妇女到村子，然后结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由于这件事情的发生呢，使得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再一次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那在中国，除了拐卖妇女，拐卖男孩到农村的案例其实也是非常多的。那我之前也说了，因为农村呢有比较严重的重男轻女的思想，然后再加上中国独生子女的政策呢，那在当时的中国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比如说是女孩遭遗弃，男孩遭拐卖。那如果你对中国拐卖儿童的事情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名字叫《亲爱的》。这部电影呢是由赵薇主演的，然后当时的票房其实还是不错的。那这部电影其实呢是由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一个真实的就是拐卖儿童的一个案例，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这部电影的原型呢是一个叫孙海洋的男人，他的儿子呢也是被拐卖了，然后他寻找他的儿子整整14年，终于呢找到了他的儿子。然后根据就是当时呢有一个志愿者，他是陪伴孙海洋，
找他的儿子的。然后这个志愿者呢，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说，中国在2009年以后呢，就建立了一个 DNA 库。这个 DNA 库呢，数据库呢，是专门用于寻找被拐卖的儿童的。那就是在这个 DNA 库里面呢，就是如果父母他丢失了自己的孩子，他就去登记他的 DNA 到这个数据库里面，然后呢，所有来历不明的小孩如果需要上户口的话，也必须登记 DNA。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2010年以后，丢失的孩子呢就非常容易的被找到了，因为有这样一个 DNA 库。但是在2010年之前丢失的孩子呢，就非常难被找到。孙海洋的儿子被拐卖到山东以后呢，就是被上了户口，然后呢，就是他的身份就变得合法化了。那我想解释一下什么是上户口。那在中国呢，就是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嘛，那每一个家庭呢都会有一个户口本，在这个户口本上面呢，就是你这个家庭就会记录家庭成员的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说你的生日、你的姓名，然后你的出生年月日、你的身份证号码、你的工作等等等等。那如果一个家庭有了一个新出生的孩子，那就需要给这个孩子上户口，就是把这个孩子的信息呢加到你这个家庭的户口本上面。那所以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叫上户口。因为孙海洋的儿子身份被合法化，就是被上了其他的户口以后呢，就是中国的网民就提出质疑，为什么被拐卖来的孩子可以成功的上户口呢？那位志愿者呢，他也说了，就是关于身份的洗白呢，其实也有几种方法。一种呢，就是直接花钱去买户口；还有呢，在2019年的时候也出现过一个案例，就是做假的亲子鉴定，然后成功的上了户口这样子。就在前不久呢，还在网上看到另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讲一个37岁的男人，然后他4岁的时候被拐卖，在33年后呢，他凭自己的记忆，然后画出当时自己的家乡的一张地图吧，然后现在好像是找到了他可能的母亲。就是为什么说可能呢？是因为现在 DNA 的鉴定还没有出来，所以还不确定那个被找到的人是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但是呢，这件事情因为他画的那个地图呢，跟他当时出生的这个地方真的是完全一模一样，而且呢，就是我真的觉得他记忆力惊人，而且他自己知道他是被拐卖的，当时只有4岁，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拐卖妇女儿童呢，对于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是难以愈合的。那在网上呢就会有这样的声音，就是希望给人贩子，就是那些犯罪的人，那些拐卖妇女儿童的人判死刑。那现在呢，中国的刑罚是这样的，就是说拐卖妇女儿童判5年以上和10年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有期徒刑。那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呢，才会判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那现在呢，我们都觉得就是这样的判罚其实是还不够这样子，但是呢
我不知道，就是中国政府之后，这件事情以后会不会重新就是对我们的法律做出重新的一个判定，我现在不知道，但是呢，我也真心的希望就是像这样，就是泯灭人性的这样的一个犯罪能够从世界各地都消失吧。我不知道，就是在你们的国家，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这样一个犯罪，刑罚是什么样的？你也可以在留言里面告诉我。好了，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希望我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帮助，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